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年45岁的李叔，2年前体检时查出有高血压，但他仗着自己年轻，觉得高血压高点也不会有事。平时不仅没有按时的吃降压药，而且爱好抽烟喝酒，每次喝酒都要配一碟油炸花生米。几天前正在吃饭的李叔突然感觉到剧烈的头疼头晕，紧接着意识模糊不清，四肢抽搐。家人见状赶紧叫了救护车，将李叔送往医院。经头颅 CT 检查，李叔被诊断为脑出血，而且出血量较多，情况十分的危急。还好手术后李叔脱离了危险期。医生表示，高血压患者一定要按时的吃药，把血压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，否则很容易对心脑肾等器官造成了危害。一、高血压离脑出血有多远？所谓脑出血，就是出血性脑卒中，是脑卒中中风的一种，发病率占到全部脑卒中疾病的 20% 到 30%， 急性发作期的致死率高达 30% 到 40%。脑出血好发于40到65岁的年龄段，并且发病率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升。大部分的脑出血是由于大脑内硬化的小血管破裂而致，长期的高血压让血管壁变得十分的薄脆，血压一旦突然升高，血管就会破裂，导致脑出血。因此脑出血又被称之为高血压性脑出血。那血压多高才会导致脑出血呢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刘健教授表示，血压值和脑出血之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值门槛，只要血压高于正常值，就会有高脑出血的风险。有患者血压为90、60毫米汞柱，血压若升至160、100毫米汞柱，就很可能发生脑出血。而有些患者平时血压在160、100毫米汞柱左右，发生脑出血时血压可能会升达220、110毫米汞柱。不过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心内科石伟斌医生提醒，高血压有3条红线。一、警戒线，老年人的血压超过了139、89毫米汞柱就有潜在的危险，一旦血压高于140、90毫米汞柱就要当心了。二、危险线，高血压分为3级，一旦血压确定为2级高血压，低压为100至110毫米汞柱范围，高压为160至180毫米汞柱范围，就有较高的危险性。血压一旦大于180、110毫米汞柱，并伴有严重的症状，就可视为是高血压急症。极限血压最高可达250、140毫米汞柱，部分人可能更高。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，很容易就会出现高血压脑病、脑出血、急性心梗等心脑血管急症。二、脑出血来临前，身体会发出5个预警。脑出血发病急速迅猛，症状从几分钟到几小时就可以达到了高峰，而在这个过程中，身体也会发出求救的信号。如果能够及时的鉴别和发现，就能够帮助减轻其对身体的危害。当身体出现以下的症状时，千万要留心。一、视力模糊，突感两眼发黑，看东西模糊有重影，但又能很快恢复，应当警惕是颅内高压引起的，这可能是脑缺血或者是脑出血的前兆。二、肢体麻木，发生脑出血时，负责侧肢体运动的大脑皮质脊髓素与皮质脑干素受到影响，就会引起手脚麻木、不听使唤等运动障碍问题。三、头晕头痛，脑出血刚发生时，头痛头晕症状往往更明显，很可能一开始是单侧，随着脑出血不断的进展，颅内压开始升高，这时疼痛晕眩感就会蔓延至整个头部。四、呕吐，脑出血发生时会升高血压，并刺激大脑盐水外侧的呕吐中枢，
从而引起呕吐的症状。另外，出血部位越靠近呕吐中枢，所形成的血肿压迫此处，也会导致呕吐。5. 意识障碍。脑出血发生前，患者会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的情况，表现为嗜睡、昏迷等。若大脑深处出现大面积的出血，意识障碍的情况也会越发严重。3. 高血压不想脑出血，4种食物最好别碰。俗话说病从口入，并非没有道理。比如下列4种食物，长期食用可能会堵塞血管，引起高血压升高，严重甚至会导致脑出血。1. 高钠食物。高钠食物容易造成体内水钠潴留，使血管内的压力升高和阻力增大，从而增大心脏的负荷，久而久之就会引发心衰、心脏肥大等疾病，提升动脉硬化的风险。像豆瓣酱、酱油等调味料、香肠、酱菜、咸蛋等加工食品，以及薯片、泡面等食品，钠的含量较高，最好要少吃。2. 高糖食物。高糖食物中的游离糖进入了体内，容易引起高血糖。长期高血糖又会损害血管内皮细胞的核功能，机体为了降低血糖，就会大量的释放胰岛素，同时也会破坏血管，刺激血管过度的收缩，从而导致血压升高。像甜品、蛋糕、碳酸饮料、雪糕等食物都含有大量的糖分的食物。3. 高脂食物。长期进食高脂食物会使体内的血脂代谢异常，导致高血脂的发生，而血脂异常也会影响血压，并且高血脂还会促进动脉发生硬化，血管弹性若减弱，也会影响到血压，而不利于血压的稳定。比如肥肉、油炸、煎烤等食物都属于高脂食物。4. 酒精。酗酒是导致高血压的一个高危因素。有研究发现，饮酒会让血压上升4到8毫米汞柱，并且饮酒会加速心率，使血管收缩，血压升高，还会促使胆固醇、钙盐等沉积在血管内壁，加速血管动脉硬化的发生。脑出血和高血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，平时不规律、不健康的饮食、吸烟、酗酒、长期熬夜、劳累、情绪波动过大等，都可能导致血压升高，增加脑出血的风险。因此，预防脑出血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